高渐离也是吃到版本红利了，这个版本高渐离的大众强度应该能到第一啊！我敢说，目前所有中单对局玩起来打架爽感最强的应该就是高渐离了。新版炽热几乎解决了高渐离只能一次进场或者被控死的弊端。你没听错啊，高渐离也可以拉扯，一波团甚至可以打出2个大招啊！无限吸血都不是吸血了，是抽血，伤害量高的吓人。一会儿实战片段非常多，强不强大家都能看出来。抛星也是新赛季巅峰赛20盘出一把。几乎全是顶级中路，为什么打到辅助位啊？因为中路抬不进去，他为了更快的测试出装铭文，不得不选辅助啊。也是赛季第一天，中路辅助双分路前10，这个战绩数据非常夸张，足以证明新出装炽热高渐离的强度了。接下来先实战讲解细节，铭文出装放在视频末尾啊，咱们先从几个小细节片段出发，来展示一下炽热高渐离强度的细节啊，然后再用一场逆风16.0的全局，把所有的思路融在一起，确保大家都能学会，非常简单，实战强度很夸张，学会这一手高渐离，新赛季上分无忧。这盘6分钟就顶着防御塔1打3，打完回来是满血啊！再来看7分钟上高丽这一波，直接一个人顶着高丽塔1冲3，连吃2座防御塔的伤害啊！正常情况已经死了，但是炽热发力护盾加上移速，直接脱离战场可以打第2套，这就是炽热啊！而且你们注意看这个血条，打了2400伤害，回了1500的血啊！虞姬打的都没回的多，这就是在抽血。接下来看看逆风局的表现。这盘很符合大家对这台局的理解，打到最后翻盘，4个队友还有3个是副战绩，全靠高渐离一个人撑强度。看这一波，队友在前面一个接一个掉点，高渐离反手大招先把凯红化了，要不是真机反应快，交闪也死了。接下来还没完，上路雅典娜带线被阿离抓死，咱们有传送阵肯定要传上去抓阿离对吧？结果最后1秒被真机给蹲了，正常半血没大的高渐离1打2最多换一个吧。新版血除炽热，高渐离 CD 很快，炽热绝望护盾触发，下一套技能转好直接反杀，这就是炽热的魅力啊！残血也没关系，血条跟假的没区别啊，清2波线就满了，续航能力非常夸张，还能利用对抗路传送阵实现双线发育，这套运营思路不主动在中路打架，避开高渐离的前期短板，也算是想玩好高渐离的核心了。一会儿会详细讲解啊。接下来看这波团，咱们11个人头，总体人头居然还是劣势啊！可以想象这把的队友是什么情况了。炽热高渐离怎么拉扯呢？你看，先开大压位置，去吃第一波的伤害和技能啊，残血触发炽热，解控加上高额护盾和移速。可以让高渐离直接退场，等 CD 打第2套。注意这个时候大招 CD 只能19秒啊，而且1-2技能 CD 又好了，2-1打一套再拉出来，继续拉扯。队友全没状态，咱们也是残血，天津早教的视野啊，然后空 A 攒住强普，注意时刻让自己保持强普状态，这也是高渐离小细节啊。这波就是2-1A 配合强普，顺秒满血阿离还能再拉出来，5秒一套技能，加上炽热血除高移速高吸血，真的让高渐离实现拉扯了。拉扯的细节就是一定要把1技能留着后撤啊，而不是2-1一股脑往前冲。这时候继续撤出来攒强普，注意看大招 CD 非常快，马上就好了，直接侧面压位置。这一波完整的团战把炽热高渐离强度完全展现了。可以说是一个人在1打5，打出了2套完整大招和好几套小技能，几乎没有真空期。对面阵容高渐离还是不好打的，但是抛星依旧乱杀带飞。抛开个人实力因素，出装占比也相当大，没这个炽热好几波团都活不下来。给高渐离提升的容错收益太高了，你们看这后期的伤害高的离谱啊！脆皮 C 位摸一下就死，凯出肉开大也没用，照样得死啊！一个人把对面堵泉水，秒完复活甲，最后再瞬秒阿离，这个就是强度啊！为什么要出这一教学？就是因为这个英雄玩的又爽又能上分。新版血族炽热除了嫦娥以外，最适配的就是高渐离了。每个赛季都有每个赛季的特色，这个赛季高渐离不得不玩。接下来片段看完了，咱们进入实战教学啊！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一场对局，对面阵容控制链很足，还有大前排白起是克制高渐离的，加上对面露娜也不是本地人，全场1号位带飞，所以虽然赛季数分量不高，但是这盘的思路还是很值得借鉴的，都是最本质的东西啊！最后也是以16.0的战绩带队友翻盘，很精彩。进入对局，高渐离清线是有小细节的，一定要提前攒住强普啊！如果位置没有被卡住，那么高渐离可以抢任何中单的一级线。注意看细节，强普一定要打到40小兵啊，这样狂暴一开，等第2个强普加2技能，直接就能秒签并且瞬间满血，跟周瑜抢线速度是一致的，2技能还能回血啊！所以只要不被卡位置，正常一级抢线，高渐离是最强梯队。然后跟其他中单前期思路没有任何区别，有线权就帮队友控资源，像这第2波没有线权了，就帮打野速刷，然后跟着打野一起去打对抗路的4级团，实现人数差。这波按照我的思路啊，肯定是去对抗路打团了，但是咱们阵容没控制，限制不了自己的露娜，高渐离没大上去也是当踏板，所以这波抛星选择回去中线都没有错。不过这波节奏就被拉开差距了，周瑜放线在下路出节奏，然后上路打野没打过，一下子前期双边全劣势，标准的逆风开局啊！而且最要命的是高渐离没有线权，那么没线权该怎么去运营刷经济呢？上个版本讲过好几集高渐离啊，没有线权的时候就避战，中线后清，多跟打野一起先刷野区，然后指挥着打野一起来吃中线，这样可以完全避战。只要不跟对面打架，那他们的高经济就没用了，然后野区也不会掉啊，中野的经济也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提升。
当然想这么玩一定要指挥队友，要提前跟队友说明情况。你看抛星就一直在跟队友沟通啊，让马超都来吃中线，这样就算马超小野被蹭了，他也没话讲，对吧？想玩好高渐离就一定要吃钱，这就是一个看经济的英雄啊！不敢用这套打法就不要玩高渐离了。这套打法也同样适合一些刚需经济的法和英雄，当然一定要提前沟通。清完中线又没有野区的时候，那就看情况支援啊。如果发育路对面压得很深，可以直接绕过抓发育路；如果发育路没有机会，那就尝试往对抗路转，去蹲对抗路的下一波兵线交汇啊。这是目前版本中单支援最实用的思路，很容易出节奏。然后利用对抗路传送阵继续传回中路啊，实现双线节奏和经济最大化。这也是抛星最常用的发育思路，适用于一切没有明显节奏的时候。那咱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波啊，明显对抗路白起清完线了，都不知道在哪里，不好去踩视野啊。然后发育路刘禅越过河道压得很深，说明发育路是有机会绕过抓的，这个就是明显机会啊，那就直接绕过去抓。对面周瑜很聪明，有线权一直在河道卡位置，而且有手法的，操作很细节，卡双晕和卡强火，但还是低估了高渐离的伤害，一套直接秒掉。高渐离不怕被蹲，就怕放不出技能。刘邦传送支援，下路直接起一波大的节奏。这波如果刘邦不来，那么就是1换1。不过总体的节奏都是对的。高渐离在确保自身发育的同时啊，做到了及时支援。接下来对面露娜发力了，带着队友直接进野区，可以明显感受到双方队友的实力水平是有差距的。刘禅都从下路赶过来了，瑶还在陪着射手一起抬挂机。这波马超不仅掉点，蓝血丢了。说实话，这样的阵容和配合，我都看不到翻盘点在哪里啊！接下来在队友都逆风的情况下，咱们要做好的就是稳住自己的发育啊，然后等对面路破绽，不要说什么对面不给机会怎么办，那就只能输。所有的逆风翻盘一定都是靠对面给机会啊，咱们稳住自己发育。高渐离越逆风越要吃钱，不然就彻底没用了。吃完中线有小野先刷小野，没有小野就看情况协防。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往对抗路刷，然后利用对抗路传送阵吃2线快速发育。4分钟已经落后2000块了，但是注意高渐离装备啊，只要你们敢在4分钟暴君节点做到血书，那么高渐离就拥有翻盘能力了。因为这个点对面中单如果不吃钱是做不完梦魇的。那接下来这波4级暴君团就是翻盘点，前期逆风就必战，咱们只打关键节奏点，也就是4分钟和接下来的每一波暴君团就好。打团先拉扯，等对面交控制，刘禅把1技能交了，那么直接开大进场，一个人顶着4个人打，这血条都不带掉的。你们能看懂这个伤害量和续航吗？只要4分钟之前出完血书，高渐离就是 BOSS， 在这波暴君团是有统治力的。这波打完中塔直接推，接下来中期开始，不管中塔有没有掉，高渐离的节奏都该往边路转啊。在中路打架，高渐离没有优势，多往对抗路打，去蹲对抗路的线权，有机会就能出节奏，没机会拿到线权再利用对抗的传送阵，可以带着对抗路一起直接传送发育路起一波越塔节奏。正常情况下4分钟后没有保护机制，狂暴高渐离越塔是很轻松的，但是这盘明显不正常啊，这白起老早就蹲到发育路协防了，意识明显不是这种分段的。然后对面露娜在传送支援，直接3杀，节奏全是对面的。说实话，到目前为止真看不出来怎么赢，这种逆风只能等对面给机会。这波对面想趁着咱们掉点3个，然后压中塔嘛，这机会就来了。注意细节啊，当对面控制多的时候，先开狂暴加韧性，然后开大免伤让他们打一套，把控制交完咱们再反打。只要一套打不死高渐离，全都能吸回来。这也是为什么炽热给了高渐离第2次生命的原因啊！关键解控可以让高渐离把技能放出来，不至于直接被打死。这波没炽热，对面都打不死，1打2双杀还是满血，算是给机会了。接下来双边外打悬吊就正常发育啊，然后等下一个节奏点就行。玩高渐离这种法和英雄不要考虑太多，战士也跟这种英雄没啥关系啊，发育永远是第一位，逆风只能多吃钱，全队的希望都在高渐离身上。这波真的炽热成立，对面配合非常好，刘禅闪开加露娜来消大招，没这个炽热支配者根本活不下来。一旦高渐离被秒，节奏断了，这盘必输啊！这波对面进了全交没杀死咱们，那机会反而来到咱们手上了，直接追，先杀白起，然后开大越塔1打2。对面拿高渐离根本没办法，这个防御塔跟摆设一样。你看莱西要敢回头输出吗？露娜也得掉点，这波真的全靠炽热发力啊！没打死高渐离，那节奏可就互换了，瞬间逆转局势。所以说高渐离这英雄的思路还是很简单的，简单来说就维持好自己的发育啊，然后看情况支援。我这一期视频的时间只能讲这么多，想学更多的思路和指挥，大家可以去看剖心直播啊。总结起来差不多就是前期多发育控资源，4级之后可以找机会打小规模团战，血珠出来就开始正面接团起推打节奏，压制力拉满。最后这盘顺风高渐离已经挡不住了，控到了也根本杀不死啊！哪怕有梦魇和日炎双制裁，血都不带掉的，全是高地塔打的，站在塔下跳舞跟个大魔王一样。而且你们注意到 CD 没有啊？转得很快。为什么要先开狂暴再开大？因为狂暴的吸血是会被血珠转换的，大招相当于多了15的额外 CD， 真空期很短。你看上波团刚打完，推高地的时候又有大了，最后一波毫无悬念啊！开大让对面打都不带掉血，简直在抽血啊！一场打完血型都不知道换了多少次了，这种伤害又高又不怕死的英雄玩起来真的很爽，刀尖上跳舞啊，很有游戏体验感。16.0满评分拿下。接下来细节思路讲完了，咱们进入铭文出招环节。高渐离这赛季一共有4套打法，
分别对应不同情况，只是炽热占主流。这期视频主要讲炽热的出装方案，其他的出装方案大家可以去看抛金视频，它会出一期完整的应对各种阵容的教学啊。这期咱们先学炽热，足够上分了。首先铭文正常铭文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带16期啊。移速和攻速都是高渐离需要的属性，而且狂暴的属性可以被切除转换啊。高渐离不需额外吸血和 CD 了。出装方面是重点，开局小猪出门加速新剑，然后直接出法穿鞋啊。出完法穿鞋基本就不缺蓝了，接着血出炽热，注意不要换鞋子啊，因为咱们有炽热保命，其实不怕被控，是一定能后手放出技能的。咱们这套出装法穿出的很晚，前中期想保持强度就必须一只法穿鞋，炽热出完出帽子，然后虚无。这时候如果非常大顺风直接对大出，一般顺风可以出巫术或者双穿，出双穿可以换鞋子，很有钱的情况下就出大出，然后最后把鞋子换成巫术啊。巫术炽热双移速加成有没有鞋子问题不大，后期的伤害不出魔女的 C 位211直接秒杀，出魔女开大也是直接秒没有用啊。只要让高渐离找到一个好位置，只需要一波机会，对面会被瞬间融化。所以想玩好高渐离出装是一方面啊，关键还是得看你们前期思路能不能把经济刷起来。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无控法和英雄，纯粹的暴力美学。所以现在学会怎么玩好高渐离了吗？